哎，别跑！死猪，那里面不能进啊！等会儿，那是我祖宗传下来的石碑，你不能撞啊！猪去哪儿了？天降石碑，定有祥瑞，恳求上天垂怜。虎牢关连遭大旱，颗粒无收，我愿献上一切财物，求上天降下甘霖，以解我虎牢关15万居民饥饿之危。殿下这般祈求上天根本无用，如若上天真的怜悯，又怎会让我虎牢关3军将士忍痛挨饿，百姓求生无门？叔宝，休得胡言啊！我等如此奋勇杀敌，我相信上天一定会看到。猪啊！猪！哪来的猪？老天显灵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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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漩涡是……殿下呢？殿下去哪儿了？啊！这个漩涡是……神女！神女！恳请神女降下甘霖，我弟身上一切财物。在下并非神仙，在下乃是唐朝虎牢关的守城李世民。李世民？李世民不是我老祖宗吗？吃的还有粮食。敢问这些吃的我可以买吗？啊？我有钱。当然可以，您请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，这要是能带回去就好了。老祖宗，你请。好。老祖宗，够吗？这还有。拿好了。多谢神女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对了，我该怎么回去啊？那个祖宗，您不是从这儿传过来的吗？要不然您试试，说不定还能从这儿回去。好。殿下到底去哪儿了？殿下，殿下出去了！殿下，您这是去哪儿了？天上。天上？您遇到神仙了？这世上哪有神仙啊？这些是我从天上神女那儿换来的粮食和水果，你们尝尝。殿下，这些东西咱们这儿可从来没有过，当真是天上神仙送给你的？当然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天上的神女会喊本殿为老祖宗。梁叔，这是我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董金子，您帮我看看值多少钱？我看看啊，锦珠啊，这古董哪是随便能传下来的？不，你这还真是一件古董，看这标识，这质地，这是唐朝的呀。说对了，我那老祖宗可是唐太宗李世民。这么说，那这锭金子应该值不少钱。这唐朝传下来的古物少之又少，你这件得值80万。这么值钱？记住，你这锭金子
能卖给我吗？卖。嘿，好，我现在给你转账。哎呀，好，过去了。80万就这么到手了，不知道老祖宗还缺不缺粮食？殿下，天降石碑已转移至祭祀大堂，并且安排了重兵把守。你们守好此地，我再去一趟天上，看能不能向神女再多换些粮食。啊，是。老祖宗，您来了。不知神女为何总是叫李世民为老祖宗呢？我不是神女，我是您曾孙女李锦珠，所以啊，我当然得叫您老祖宗了。这是我的牌位？你是我的后人？无论是我的后人，还是天上的神女，我能来到这里，都是天降机缘。这是虎牢关15万军民最后的生机和希望啊！锦珠，在。你这里有没有多余的粮食？我想用这幅画跟你换一些粮食。这是我们那儿的有名的大师阎立本所画，价值500两银子。1000多年前大师的画，那肯定比那金锭子更值钱。哇塞！老祖宗，您需要多少粮食？请指示。也不知道锦珠能不能凑集到这5000斤粮食。50万斤是吧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喂，赵经理是吧？啊，对，我的那个农场呢需要进粮食50万斤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送过来啊！50万斤粮食，你就对着这个小盒子说了一句话，他就送来了。老祖宗，这个呢叫手机，是我们现代的通讯工具，而且我呢可是跟赵经理说好了，一会儿就给咱们送过来。哼，这怎么可能？李小姐，50万斤粮食全部送到了，你看要不要全部帮你搬进来？还是？不用，那个麻烦你了，我们自己搬就行，谢谢。不麻烦，李小姐以后有什么需要，随时联系我。好嘞，慢走。哟 ，cosplay 呀！喂呀，有了这些粮食，我虎牢关15万军民就有救了。哎，对了，老祖宗，外面这么多粮食，就靠我们2个人搬太累了。哎，这样，我用传送带给你们传过去吧。什么是传送带？老祖宗，这个呢就是传送带，只要把粮食放上去，它就会自动传送了。竟然能自动的将粮食传送过去，神奇呀！啊，我这就回去让人接收粮食。好。尉迟将军、翟将军，你们带那么多人来祭天祠堂做什么？殿下，咱们一身忠骨，开疆拓土，为了陛下打下大唐江山。如今呢，陛下却因为偏心太子，肆意的打压你，对兄弟们几个困路断粮，是要把我们困死在这儿，朕天理难容。眼下虎牢关城内外可食之物，干草、树皮、泥土都快吃干净了。殿下，咱们反了吧？天策军铁骨铮铮，该反上江战死，而不是在这里憋屈饿死。宁可战死，宁可战死，宁可战死。行了，本殿知道你们心中委屈不忿，但天降石碑，得以让本殿到了1000多年后的后世遇到本殿的后人。本殿给你们买了50万斤粮食。50万斤？殿下原来去的不是仙界，而是后世。殿下的后人莫非是豪门商贾？不，是一介农女。一介农女？
那他能筹够50万斤粮食吗？殿下，你有没有哪儿不舒服？什么声音啊？这是米！哇，殿下，您的后人真的筹了50万斤粮食啊！让我查查，老祖宗给我的画能卖多少钱？我去，这幅画竟然能卖200万！哎，对了，梁叔喜欢收集这些古字画，一会儿我拿过去给他看看，看看他要不要。梁叔，我这新得了一幅唐代阎立本大师的画，你看你收不收啊？师傅，锦珠这幅画画风清丽苍劲，颇合唐朝阎立本大师的格调，可太过崭新，不可能是古画，这只是高仿画。不，这幅画是真迹。怎么可能？这幅画品相好，只是它保存的好，但是从这纸质、这墨迹，还有这包浆来看，这是真迹无疑啊。梁叔啊，既然这幅画作保存的这么好，那您觉得它值多少钱？锦珠啊，这唐代阎立本大师的古画传世极少啊，这幅画我出200万买下如何？啊，成交！哎呀，好，哎呦，200万就这么到手了。之前给老祖宗买了不少的粮食，但是光吃主食也不行，肉菜油盐也得安排上。世民，我这不是做梦吧？王府的粮仓早就空了，你这哪来这么好的大米呀？方嬷嬷，前几天天降石碑，我通过那个石碑到了后世，这些粮食都是我的后人李锦珠给我买的。上天保佑！你说那是你的后人？对。不过我为了避免麻烦，在给士兵还有百姓分发的时候，跟他们说那是神女。世民这番说辞更是妥当。对了，这50万斤粮食对虎牢关15万居民来说也只能吃上几天，想要彻底的解决饥荒危机，还需更多粮食。需要我等做什么？这样吧，你去派人把府里值钱的物件都收拾出来，我去拿给锦珠卖，然后再买更多的粮食。好。老祖宗。这么多古董啊，少说也能卖个大几百万吧。锦珠，你看能不能把这些古董变卖了之后，帮我整1000斤盐、1000斤蔬菜、1000斤肉食。我知道这很为难。哎呀，老祖宗，你想的这些我可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所有的东西一样给你准备了10万斤。10万斤！秦将军、程将军，你们立即调集100人，准备搬蔬菜。神女为咱们弄来了10万斤蔬菜。什么？10万斤蔬菜？殿下，我没听错吧？这蔬菜可比粮食贵多了。对呀，殿下，神女也不可能给咱们弄来这么多蔬菜吧？殿下，神女真给咱们弄来了这么多蔬菜啊！哎呀，神女所言岂会有假？多谢神女，神女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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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捏到我呢？梁叔，这些都是我祖上给我留下的一些古玩，您看看值多少钱？师傅，我瞧这古玉
纹路呆板，没有古玉的温润感，这只是现代工艺品罢了。这是古玉，看似纹路呆板，实则是古代匠人的古朴手法。这竟然是古玉！梁叔，那您看看这些字画呀、花瓶之类的古董，也给长长眼。李小姐，你祖上能传下来1、2件古董就不错了，这不可能都是古董。这些都是唐代的古董啊！这竟然都是真的！梁老说的不错，这些花瓶、字画，无论是从制型工艺、包浆沁色，还是时代特征，无一不是唐朝的珍品呐！哎，金珠，这位是古董协会的会长林老。林老，金珠啊，我对唐朝的古物十分有研究，不知你这次鉴定之后是准备收藏，还是准备出手啊？林老，您看看这么多古董，您给多少钱呀？这些字画、花瓶、雕花大碗、玉佩，这些全都是唐朝的古物。如果你有心要出的话，总共我出560万，如何？560万，出！这丫头，哎，过去了。短短2天，我就从拖欠租金的负债户变成了余额几百万的小富婆。老祖宗显灵啊！财源滚滚，我的车坏了，先去买辆车，再给老祖宗买点粮食。李锦珠，这车不错呀，欠我兄弟公司的贷款，利息加本金，总共35万，什么时候还？我知道你还不上，现在啊，按合同办事，你把宅基地过户给我们，也算你还清。袁经理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宅基地呢是不可能给你的。至于贷款，现在我就还给你。你有钱还吗？刷卡。这短短2天时间，你怎么可能筹到这么多钱？这张卡里肯定刷不出钱来。我看你啊，是死到临头还嘴硬。35万到了，李金珠，这才短短2天，你这从哪儿搞了35万？卖了老祖宗给的古董，但这种事情没必要跟他们说。钱呢，我已经给你了。至于我钱从哪里来，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吧？现在呢，你们就别惦记我的宅基地了。走。幸好老祖宗穿越过来，给了我古董卖了钱，否则我的宅基地就保不住了。金珠，幸亏有了你的粮食和蔬菜，否则虎牢关的军民都只有死路一条了。老祖宗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你还送了我那么多字画、花瓶之类的东西，那些东西也卖了不少钱，那些东西啊也解决了我的困难，咱们这顶多算是互利互惠。物件哪有粮食重要？哦，对了，这些是百姓们送你的礼物，虽然不是值钱的东西，但却是他们拿出的最好的东西。这些都是古玩啊，谁说不值钱？可值钱了，这么多，少说能卖个上千万吧。老祖宗给了这么多古董，至少能卖几千万啊。对了，老祖宗，我又给你们准备了300万斤粮食，米和面都有。太好了，这300万斤粮食足够我们军民吃一段时间的了。不过老祖宗啊，虎牢关作为边关大城，怎么会让子民们挨渴挨饿呢？虎牢关经历战乱多年，盗匪横行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这粮食自然没办法丰收。原有朝廷运来的军粮，但今年各路兵匪围困，连年干旱，粮食颗粒无收，朝廷也舍弃我们，断粮绝响，但又严令军民坚守关门，不得离城半步，否则便要屠城。什么？这再怎么说这也是自己的子民啊，这朝廷怎么能这样呢？父皇忌惮我手中兵权和战功，怕我威胁到太子权位，不惜舍弃虎牢关，将我逼入绝境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天降石碑，让我能来到这后世，遇到后人，化解危机啊！老祖宗，我想了个办法，能解决你们那儿缺水的问题。
虎牢关军民众多，1桶2桶水可解决不了问题。老祖宗，我跟你说，我有办法给你们引入1池塘的水。这怎么可能？相信我，你们就挖一个大坑，然后就把那个石碑移到那个大坑旁边，然后把这条水管放到坑里，然后我就可以把水给你引过去了。哎，不用挖坑，我的府邸后面就是干枯的池塘，我到时候让人把石碑搬过去。那正好啊。嘿，这水管干巴巴的，锦珠真的能用它引来1池塘水吗？哈哈，没想到锦珠竟然真的给我们弄了1池塘的水呀！太好了，殿下，那我们今后都不缺水用了。这全都是锦珠的功劳啊！啊！老祖宗还真是大方，送给我这么多珠宝。不过一下子卖这么多，会不会太引人注目了？还是先拿1箱去给梁叔瞧瞧吧。喂，梁叔。老韩，喝茶。老梁，我来是想问一下，你这还有没有唐初期的古物？没有了，一件都没了。没有。喂，梁叔，你在店里吗？我又收拾出1箱唐初的古董。什么？金珠啊，你又找出来1箱唐初期的古玩啊？好，你过来吧。啊，唐初期流传下来的古物十分罕见，这个叫锦珠的姑娘怎么可能能有1箱？马上就来。唐初传世的古董极其罕见，锦珠，你真的拿出来1整箱子？你竟然真的带来了1整箱唐初的古董！按我从网上查的，这1箱古董能卖我6000万。这些不可能全都是真品吧？全部都是真品哦。我以前几十年都没收到过几件真品，你这么多，怎么可能都是真品？哼，老祖宗直接从1000多年前拿来的，怎么可能有假？这些我看过了，竟然全是真品，竟然全都是真品！梁叔，那您看看这些，您要不要收藏啊？记住，你这些古董我全收了。好，这次就让给你了。过来，跟我一起算算，这些古董总共值多少钱？这幅画是唐朝北派大师的作品，价值350万。这件花瓶值210万。这件玉佩170万，这个还有这个，这些一共值。锦珠，你这些古董一共价值6530万。哇塞！这是6530万的支票，任何一家银行都可以兑换。好，那我收下了。锦珠，你以后若是还有唐朝的古董，尤其是古剑，可以来找我，我给你最高价。行，我回去找找。老祖宗镇守边关，兵器都有用，不可能拿出来给我变卖。倒是兑出的这笔钱，能给老祖宗买足够的粮食了。殿下，太好了！这神女给咱们送的粮食足够咱们吃到春耕。殿下，不好了，出什么事了？慌慌张张的。探子回报，
发现窦建德10万大军正在朝虎牢关行进。窦建德要攻打虎牢关？对，估计窦建德是发现咱们被朝廷遗弃，想趁机拿下虎牢关。若真如你所说，窦建德10万大军兵强马壮，而咱们只有3500人，其余都是百姓，实力太过悬殊。殿下，若有朝廷大军支援，还可抵挡，但现在的情况，我们必败无疑啊！即便战死，我们也不能让窦建德攻下虎牢关。没错，若是让窦建德攻下了虎牢关，城中的15万军民一个都活不了。你回营，让所有士兵做好迎战准备。是。秦将军，打仗光有粮食不行，你去城库里找些能变卖的东西。是。老祖宗，这是我早年打造的云锋剑，轻便锋利，但行军打仗还是用长矛和砍刀更趁手，所以这些武器就闲置下来了。你看能否变卖？当然能。韩老板现在正好在收藏唐朝兵器，这些武器全部都能卖给他。太好了，变卖这些东西之后，你看能不能帮我进一些打仗用的东西？不用卖完之后，现在我就能给你买打仗的东西。防弹衣要吗？那个东西穿上以后可是刀枪不入。怎么会有刀枪不入的衣服？不信的话，我现在就下单，等到了你试试。锦珠，没想到我用尽全力砍他3剑，他竟然丝毫无损。那当然了，老祖宗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防弹衣可是特制纤维制作成的，刀砍不破，穿刺无损。好，那我这就回去，给全军都配上防弹衣。殿下，有了这批防弹衣，咱们守住虎牢关，胜算可就大多了。报！殿下，斥候发现窦建德大军军情。殿下，窦建德大军距离虎牢关还有50里，预计1天便能抵达虎牢关。兄弟，快去请大夫。是。等等，不用请大夫了。殿下，斥候一路从边境奔回，还遭窦建德拦截重伤，本就吊着一口气，这汇报完军情，一口气卸下，已气绝身亡。狗日的窦建德，老子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不会让窦建德踏入虎牢关半步。若是我们拥有锦珠那样的手机通讯神器，那斥候便不用冒死返回了。殿下，那为何不找神女去借手机神器啊？用于斥候传递军情，待战事结束，我们再把手机还给他便是了。你不懂，手机需要信号才能使用，我们虎牢关没有信号塔，之前我就拿回来过，没有用。你们先厚葬斥候，我去问问锦珠，他那儿有没有我们这儿能用的通讯神器。是。锦珠呢？锦珠啊，你电话里说你找到了一箱唐初的古剑，真的假的？你跟我们开玩笑的吧？目前市面上流传的唐初古剑只有3把。你长辈能收藏一箱？不可能。看看呗。上次韩老说唐朝的剑他能给我最高价，这10把剑怎么也得给我几千万吧。老韩，你看，这剑的制式都像是唐朝的，但是做工太规整了，唐朝的锻造工艺不可能这么精细啊。那就是现代工艺做旧了。不是现代工艺品，就是唐朝古剑啊！
而且还是比试工艺巅峰时期的风云剑。韩老好眼力啊，连剑的品类都能看出来。我研究唐朝古物20余年，对兵器尤其了解。你这些剑的款式、纹路、材质全都一样，应当是同一批制造的，我全收了，一共给你7000万，怎么样？好，这是7000万的支票，你收好。这么多钱我根本花不完，再给老祖宗买点战用物资。老祖宗，你看看我给你买什么好东西了？这有何用啊？老祖宗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叫对讲机，它不用信号塔，最远能隔30里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东西可以相隔30里对话。它又不是手机，相隔30里对话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不信，你拿回去试试就知道了。秦将军、尉迟将军，你们2个拿着这个对讲机到30里外，对着它跟我说话。去吧。是。啊，走。等等，兄弟啊，我说这离秦王府得有30里路了吧？应该是有了。殿下让我们带着这个黑疙瘩有什么用啊？距离这么远，殿下能听到吗？我听到了。啊，是殿下的声音。哦，这黑疙瘩距离30里说话，殿下还能听得到。哼，没想到对讲机真的能听到30里外说话。秦将军、尉迟将军，你们回来吧。殿下，有了这对讲机，之后就无需再冒死奔回报信，随时可以传递情报，又安全又迅速。对。哦，对了，你去帮我办一件事情。殿下有何指示？你去武器库寻找一些可以变卖的武器，我要拿给锦珠，让他变卖了之后，帮我们购买更多的对讲机。是。锦珠，你不用忙活了，我来这儿就是想问一下，你家里收藏的还有唐朝的兵器吗？韩老，您上次不是才从我这里买了18古剑吗？怎么还不够赏玩呀？我就是想举办一个唐朝的古玩展，1箱子古玩和18古剑还远远不够。我这确实也没了。那可真是太遗憾了。如果有的话，价格绝对让你满意。可我确实没有了，而且老祖宗的兵器都是打仗用，除了闲置的，其他的不可能拿来给我变卖了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如果以后你还能找到，及时联系我。啊，好。老祖宗。锦珠，我带来一些刀，你看能不能帮我变卖掉？我要再买500组对讲机。没问题，要1000组都没问题。对讲机对我们和窦建德的战士作用太大了。老祖宗，那现在有足够的防弹衣和对讲机，你们对战窦建德应该稳赢了吧？锦珠，窦建德有10万大军，我们只有3500，我们拼死能守住虎牢关已经不错了，赢窦建德那是万万不可能的。啊，那这，我想想啊，我想到了，我有办法帮你击退窦建德，让他们连城门都到不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等我一下，我现在就去买能击退他们的东西，等我啊。我回来了。老祖宗，这个是鞭炮和烟花，到时候我给你个方法，你用它们制作出震天雷，保管能打败窦建德。这东西怎么可能做得出震天雷嘛？能，相信我，肯定能打败他们。到时候你找个没人的地方试震天雷。等会儿，注意安全，一定注意安全。
没想到锦珠给的那些鞭炮烟花，竟然真的能做出震天雷啊！不愧是神女，就是厉害。锦珠，你祖上真是太厉害了，连唐朝的战刀收藏的都有。这些可不是祖上收藏的，这是老祖宗直接给我的。韩老，我鉴定好了，从材质、工艺、包浆锈蚀、形制、纹饰来看，确实是唐朝的古刀珍品。锦珠，33把古刀，我给你9900万，怎么样？快一个小目标了。行。锦珠，这是9900万的支票，你收好。如若再有唐朝的古物，记得联系我。好，必须的。老祖宗离不开放10倍的祠堂，我在祠堂窝里放着手机，让老祖宗有事联系我。喂，老祖宗，有什么事吗？锦珠，你来祠堂一趟，我给你带了些值钱的东西。好的，老祖宗，我马上就到。老祖宗，哇塞，这么多宝贝！哎，老祖宗，你不是说你们那些金银珠宝都变卖去买粮食了吗？那这些是什么？这是战利品。意思是你们打赢窦建德了？没错，你的那个震天雷一响啊，窦建德的大军溃散而逃。后来我们就追到他们的大本营，把里面的粮食财物都搬了回来。那可太好了，以后百姓啊再也不担心强敌的侵袭。李锦珠，你给我出来！此人是谁？老祖宗，那个人他叫杨志怀，是我隔壁的农场主，一直想侵占我的宅基地，扩大自己的农场。李锦珠，你家的宅基地1分地500块，卖给我。什么意思呀，杨志怀？我们的地1分地最少要15000，你500就想买呀？对，你卖也得卖，不卖也得卖，否则怎么着啊？否则有你好看。我报警！你还想报警？把手机给我抢过来！大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管老子的事，给我上！你一个人竟然打败了我的2个人！老祖宗，你竟然能一个人打2个，不愧是我老祖宗，牛！李锦珠，今天算你走运，你等着！哎呦，跑得挺快啊！他们不会再来找你麻烦吧？不用担心，老祖宗，一会儿呢，我就把防盗监控装上，再买几个防身工具，放心，他们再来了我也不怕。行吧，那你注意安全，实在不行就请几个人看家护院。好，放心吧。那我就先回虎牢关了。慢走。哎，锦珠啊，刚才我给你打电话，你都挂了，这会儿很忙吗？没事，刚刚确实有几个人来我家捣乱，不过现在都已经解决了。哎，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听老韩说你又收拾出一批唐朝的古刀，怎么样，还有吗？哎呀，现在古刀没有了，不过呢，我刚刚倒是收拾出了一些唐朝的首饰，你要不要看看？要。那我现在就拿去你那儿。这3件看着不错，就拿这个去看看吧。锦珠，这些玉器都是你家祖传的？是啊。
啊，李小姐，听说你只是个农女，你们家那条件怎么能收藏这么多顶级的玉器？拿出来的还是太多了，引起怀疑了，下次再少拿点。我也不知道长辈怎么收藏的，之前一直埋在我们祖宅地下，最近重新装修我才挖出来。老魏啊，这锦珠祖上说不定是巨骨。就算祖上是巨骨，他也传不下这么多来，说不定这就是高仿品呢。从工艺、款式还有这沁色来讲，这些玉器全是真品。真的？哎呦，锦珠啊，这几件我要了，我给你1亿2千万，怎么样？行啊，没问题。好，支票。先说好。好。多谢。我现在也是亿万富婆了。哎，锦珠啊，这剩下的珠宝我全要了。李小姐，剩下的珠宝我全要，我给你市场上最高的价格。林老是熟人长辈，魏老给价最高，卖给谁呢？早知道多拿一点来了。要不你们2个1人1半？这老魏，我要这些，剩下的让给林先生了。哎呀，这是1亿3千万。哎，这一会儿我就赚了2亿5千万。锦珠啊，剩下的这几件玉器，我给你1.4个亿，转给你了。玉器果然更值钱，这才几件就卖了3亿9千万，我家里还有3箱呢。这些东西要是都变卖了，不仅够我一辈子吃喝不愁，还能养活虎牢关15万军民几十年了。不过我一直变卖珠宝买粮油，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遮掩一下。查清楚了吗？是师傅，我查清楚了。今天去锦珠家捣乱的人叫杨志怀，是锦珠隔壁农场的老板，一直想霸占锦珠家的宅基地，找锦珠的麻烦不止一次了。我一直把锦珠当晚辈，这个杨志怀竟然敢欺负锦珠，简直找死！您看怎么处理？你带人去教训一下这个杨志怀，让他跟锦珠道个歉，再把他的家人送到蒙州，以免他怀恨在心，再找锦珠麻烦。是，去吧。如果想要遮掩来钱的渠道，那我就必须得有自己的事业呀。不过我学的是农牧经济专业，那我得做点什么发挥我的所长呢？有了，要不就做一个经济型的农场。锦珠，谁找我？啊，徐松，你怎么带着杨志怀来了？你怎么带着杨志怀来了？记住，是我杨志怀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就饶了我吧。上午杨志怀带着混混来，嚣张跋扈的要抢走我的宅基地，才过了1个中午，就让给我下跪道歉求饶。我把我们家的农场给你，你就饶了我们吧。我师父说了，让你给锦珠道歉，但无论锦珠原不原谅你，你们全家都得去蒙州。我儿子正在念高3啊，这是最紧张的时候，这时候让我们走啊，他就没办法高考了。去蒙州也能参加高考。还有，你3番4次的骚扰我、欺负我，有没有想过我会失去唯一的容身之所？如果不是老祖宗从史碑穿越过来，我早就被杨志怀逼得失去宅基地，流离失所了。行了，道歉我接受了，但是农场我不要。锦珠，蒙州也有我师父的人脉和产业，杨志怀一家去了那里，没机会，也不敢再来打扰你。
替我谢谢梁叔。不客气，我师父的意思是，他想抢你的宅基地，那就用他的农场作为赔礼。你真的不要？我确实想做个农场，不过呢，他的那个农场对于我来说，他的规划、产品还有经营渠道都不好。与其费力的去改造，还不如把东边那500亩荒地承包下来，然后呢，开一个度假农场。度假农场？度假农场主打休闲体验，现在还是很受欢迎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有了农场收入打掩护，我用老祖宗给我的古董变卖成钱，就没人怀疑了。也不知道老祖宗那边最近怎么样呢？殿下，您看一下这个。这记录是梁种下地的情况。是啊，我从蒙州郡买回的梁种，播下去没多久就全都枯萎了。看来我们虎牢关的地经历了旱灾之后更加贫瘠了，只好再去找锦珠继续买粮食了。锦珠啊，我还想请你帮我买1000万斤粮食。没问题。不过老祖宗，你有心事吗？虎牢关的地太干，根本种不活粮食。我担心，如果一直请你帮忙买粮，而不让军民劳作的话，他们定会被纵出贪婪，只怕日后人人都只想坐享其成，再也不愿劳作了。老祖宗，你若是想让百姓们种地的话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老祖宗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拿点东西。老祖宗，你看。这是良种。可是这良种我怎么没有见过？这个呀，可是恒麦良种，我们这边的农学专家专门培育出来的抗旱良种。虎牢关的水土光照，正适合种植恒麦。若是真的，那自然是太好了。对啊，现在这个时节，这个温度正好就适合种恒麦良种，种下去不出5天就能出苗。5天？那虎牢关的地旱得寸草不生，5天出苗绝无可能。老祖宗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各位将军，你们各带一队人，把这些恒麦良种分发给百姓，让他们尽快种下，看能不能种活。是。你们让百姓注意着点，这些良种很有可能5天就出苗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也不信。可即便不用5天出苗，10天、15天，甚至1个月出苗也不错。殿下，怎么了这是？窦建德大军打过来的时候都没见你这么慌张。殿下，我带领百姓们在田地里面种的恒麦苗，全，是不是全都枯萎死了？哼，都没种活吧？意料之中。殿下，是全都活了，不止活了，还活得好好的。田地里啊，绿油油一片。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啊！不止我，程将军跟尉迟将军带领百姓们种的恒麦苗也全都活了。殿下，没想到神女给的良种种下去，真的5天就出苗了。不愧是神女啊！太好了，这样下去，我们虎牢关再也不会缺粮了。殿下，朝廷钦差已到虎牢关10里外，派人来知会，您看怎么办？不是，在虎牢关最困难的时候，朝廷一刀斩断虎牢关生来求助的时候，现在的苦熬过去了，他们来了，那肯定不怀好意啊。我不打算理会他们。不理会？那怎么能不理会呢？你应该大棒把他们打出虎牢关的地界。大棒打出去？对呀，那朝廷派来使者，与我们有利，才热情招待；与我们有害，那就大棒打出去。锦珠，你说的对，大唐上位者不仁，我又何必守义？听你的，
3，大棒打出去！殿下，朝廷的钦差来了。李世民还不下跪领圣旨？把他们给我打出去！打出去！哎，李世民，你疯了吧？我们是朝廷钦差，你敢打我？你想造反吗？哼！打！哎，你们想造反吗？圣旨在此，你们真是胆大包天！秦将军，你交代守城将领，不能放王守义一行人中任何人出城。另外，也不允许任何人卖给他们吃食。是。猴子，新鲜的水蜜桃啊，都来瞧一瞧。老板，给点吃的吧。老板，我们有钱，有钱。哎呀，走走走，别耽误我做生意，都给我走！你别耽误我做生意，快走！我有这么多银钱，全城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卖我一个馒头。好饿呀，饿死人了！好饿呀！这回啊，正好让那些金尊玉贵的人感受一下饥寒交迫的日子，不然的话，他们怎么能够明白当初他们抛弃了虎牢关是多么的残忍？就是，朝廷说是因为这2个钦差开战，咱们也不怕。哎，对了，你等会儿，我给你拿样东西过来。什么？锦珠，这衣服怎么如此之厚啊？老祖宗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这个是现代的棉被和棉衣，保暖抗寒，特别好用。保暖抗寒？对啊。你们虎牢关不是入冬了吗？我想着给百姓们一人买2套棉服和棉被，大家再也不用挨冻了。这虎牢关的冬天怎么这么冷？哎呀，老秦啊，以前每年就是数这个冬日里最难熬，白天操练干活尚且觉得寒冷刺骨，更别提夜晚，必须要一整个军帐的人挤在一起，才可以勉强御寒呐。老程，这神女给咱们送来了这神衣，真是又软又厚实，那穿在身上，又舒服又暖和。神女，冬衣，虎牢关怎么处处都和我想的不一样？本以为这儿的人定是饥寒交迫，没想到他们个个吃得饱，穿得暖。哎呀，来，嬷嬷，你给我身裙装做什么？多亏了锦珠，虎牢关才有今日。我给他做了套裙装，你替我送给他。好。李小姐、阮夫人，下午好。这件是100%纯羊毛手工制作的，这件是我们店里最新起的国风刺绣。哎，要不您看一下这件吧。这一件是国外进口高端定制，纯手工缝制，每处细节都透露着精致。这件还挺好看的，多少钱？这件是56万。好看是好看，但是价格嘛……价格倒是不贵，但是太简约。我想要手工刺绣裙，你店里的这些都不太行。阮小姐，现在都是机械刺绣，哪还有技艺高超的手工刺绣啊？坐。锦珠，这是我府内嬷嬷给你绣的裙装，怎么样？哇塞，这绣的好精致啊，比那些高定裙还漂亮。这要是在我们这里卖，起码得几10万一件啊！对了，你们那儿应该很多绣娘吧？有的。我们那儿大多数女子都是会绣衣服的，不过技艺各有深浅罢了。那我们做个生意如何？什么生意？这样，我出设计图和衣服款式，你让绣娘按图给我做衣裙，
到时候衣裙卖出去，利润咱们5-5分，如何？我让绣娘给你绣衣服可以，不过你们这儿的衣服款式多样，工艺精湛，远非虎牢关的绣娘的手艺可比呀。他们做的衣裙在你这儿卖不出去吧？老祖宗啊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有没有可能我们这儿的有钱人就喜欢这种手工刺绣呢？而且他们愿意出几十万去买。行，那我就让那些绣娘做试试。好啊，好啊。世民，这衣裙我做好了，但是这衣裙的样式古旧，锦珠拿去当真能赚钱吗？依我看，赚不了钱啊。但锦珠想做，咱就当随了她的心愿，试试也无妨。天哪，锦珠，你这刺绣裙也太精致了！这刺绣裙的裁剪和缝制的针脚都是仿古的手法啊！是啊，没想到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人追惜古法手艺，真是难得。锦珠，你这裙子多少钱一件？阮夫人，既然您是服装这方面的专家，不如您给定个价。60万一件，怎么样？行，这3件我要了。那这几件我也都要了。老祖宗，咱们之前的衣裙全卖完了，这卡里是你1半的利润。全都卖完了？是啊，您是不知道，咱们那些连衣裙卖得多火，还有这些是没买到的人下的预定订单。这么多人抢着买？那当然了，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？哎，以后您出绣娘做刺绣衣裙，我呢在这边开一个工作室，咱们这财路不就打通了吗？好，我回去就着手开一家绣坊。等会儿，老祖宗，等一下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这不就是你们这儿的衣裙吗？你给我看什么？我们这儿的衣裙，要是拿到你们那虎牢关去卖，如何呢？你们这儿的衣裙面料轻薄柔软，做工精细。如果要把它放到虎牢关卖，那肯定是很多人挤破头都抢着买。咱们这财路不就又来了吗？对呀，哎呀，我这就回去开一家成衣店，专门卖你们这儿的衣服。明智。堂堂皇子殿下竟然与民争利卖成衣，简直荒唐，丢尽朝廷的脸面。瞧那些衣裳，奇形怪状，毫不雍容华贵，绝对不会有人买。这就是神女那边的衣服，这么漂亮，我就要这件。我要这件。这么多人买李世民卖的衣服，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平民百姓买的，李世民根本赚不到钱的。这不是蒙州郡富商之首卢睿吗？怎么会看上这些衣裳？这布料前所未见，柔软至极，做工也精细至极。这些衣裳让他多瞧瞧，以他的眼光，根本不会买这些平民衣裳。真不错。在下蒙州郡商户卢睿，你们这类的衣裳，我想买300件，有吗？有，里边请，请里边看。这神女送给咱的衣服根本不够卖，怎么办？等这些衣服都卖光，我让锦珠再多备一些，正好让利给他。锦珠，上一批衣服卖完了。这么多？哎，不是，老祖宗，那个现在虎牢关的军民身上银两不是不多吗？而且咱们这个衣服定价也不高，这卖这么多。
刚好啊，有个蒙州郡的大商人路过虎牢关，看上了这批衣服，我呀就高价卖了。老祖宗，既然这关外的人也稀罕咱们这衣裳，不如组建一个商队。有了商队，把咱们这个衣裳运往皇朝各地，咱们赚钱不就更多了？对呀，我马上就回去着手办此事。秦叔宝，你召集城里的商户，组建一个虎牢关的商队，专门外销锦珠那边的衣裳物品。是。殿下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殿下，军中士兵接连出现腹泻发胀，大夫开药之后，生病的士兵不仅没好，而且好多士兵都出现了此等症状。咱们士兵最近除了吃秦王府的食物之外，还有没有吃别的东西？殿下，你是觉得是吃东西吃坏了肚子？这我没问。你且问问。是。哎，你召集一下城里的大夫，先去军营，务必先治好患疾的士兵。是。希望咱们的士兵吃了坏的东西，而非有人暗中谋害。将军，我已按您的吩咐，将疫病人的血投到了虎牢关人喝的水里。不出2日，虎牢关将满城疫病人。那您答应我的事儿？我答应你们何事啊？喂，窦将军，您答应我们，只要我们把疫病人的血投到虎牢关人喝的水里，让他们都染上疫病，你就救我们出虎牢关城啊！两个蠢货！我爹是窦建德，怎么可能会救你们大唐的人？把屋里都用苍草香料熏一熏，疾病无药可医。是。不出5日，虎牢关必破，届时我便可以踏着虎牢关外15万人的尸骨入关。将军，城门虎牢关有神女庇佑，我们此举会不会惹怒神女啊？哪有什么神女？即便真的有神女，也医治不了这么多人。把他们2个的尸骨给我抬到虎牢关城外。哼！锦珠，这些金银是卖第2批衣裳的利钱。虎牢关很多人都染成了疫病，我也是，不便去你那儿了，免得传染给你。疫病无药可医，我怕是挺不过3日。你不要为我伤心，好好生活。愿你往后无灾无难，平安顺遂。不对啊，这疫病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，打个针吃个药就好了。不行，治疗疫病的药有阿莫西林、利巴韦林、抗病毒口服液，全部都下单，分别下50万份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传送门开着，这药怎么就传不过去呢？不会是因为老祖宗出问题，所以这时空漩涡也坏了吧？那这要是传不过去，那老祖宗岂不是危险了？不是，怎么回事？这么关键的时刻你掉链子！这该不会是我祖宗的家吧？时空漩涡好了，太好了！我现在得赶紧找老祖宗来吃药治病。
把这祭祀大院给砸了。虎牢关的军民死亡以后，窦建德务必会进城。倘若让他发现天降石碑，我担心他会到神女那边打扰神女的生活。老祖宗，你是谁？是谁让你进祭祀大院的？她是神女李锦珠。神女？神女，信民秦叔宝拜见神女。锦珠，你怎么来了？老祖宗，你们这边得了疫病嘛？我给你买了治疗疫病的药，但是没想到那个药传送不过来，我一气之下就拍了一下，就过来了。你有药治这疫病？殿下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世间怎么可能有治这种病的药？药就在里面，不信吃了就知道。好。喝完这药之后，我感觉身体轻快多了。哎，你看，也不咳嗽了。这药还真有用。那当然了，因为你之前没有吃过这种药，身体对它呢还没有抗药性，所以初次见效这么快。哦，那这么看来的话，哎，这药它真能治疗疫病啊？那可当然了。我本以为虎牢关的15万军民，没想到又因为锦珠逢凶化吉。老祖宗，我跟你说，我还给你买了15万份治疗疫病的药，来，你跟我一起去把它们传送过来。好。怎么样？虎牢关里的15万军民是不是都死完了？没有，他们的疫病全都治好了。疫病药石无疑，他们是怎么被治好的？虎牢关神女降世，给百姓吃下了治疗疫病的药。属下也派人冒充虎牢关的百姓，找人领了一盒，这药确实能治好疫病。神女赐药，荒谬！这世上哪有什么神女？你见过他们神女吗？没有。这神女八成是他们凭空捏造的，这药指不定是哪个神医配的。窦将军，大军驻扎在虎牢关城外，您看是攻城还是……我知道李世民不好对付，这支军队是我继位的底牌，不能消耗在李世民身上，暂且退兵，此事从长计议。我先行一步，你通知城里的探子监视好李世民。是。张清特，你注意安全，别让李世民发现你的行踪。属下出行都是做虎牢关百姓打扮，不会被发现。把他给我围起来！张钦特，窦建德窦将军的将领，抓住他！李世民，你既然知道我是窦建德的将领，还敢抓我？我怕你们呢。窦建德可是有50万雄兵，50万大军，随便放几个煤气罐炸你，分分钟让你溃不成军。跟你说，我们可是有神明庇佑，还怕你不成？到时我窦建德的大军举兵南下，就算是覆灭你们大唐，也在弹指之间。来嘛，来战嘛！你别太嚣张，把他给我押下去，严刑拷问，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好事。有啥要管随你们便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说不说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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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，我们的人和窦将军都在城头张府。
殿下，殿下，神女，殿下，回殿下。窦建德将军走得匆忙，他留下的古董字画还没来得及收拾，我派人收拾了一下，殿下请看。这箱财宝字画，变卖以后再帮我们买些粮食和用品。定不辱使命。老梁，我和老林要合作筹办个拍卖会。你手里有要出手的古玩吗？没有，不过锦珠手里应该有，我打电话问问。锦珠他都卖了3、4箱子了，祖上再富有，手里也可能没了吧？喂，杨老板，我正好有事想找您呢。我这刚收了一批字画，收吗？锦珠手里还有一批古玩。锦珠啊，我跟你说的事儿也是老崔要筹办古玩拍卖会，凑一些好的古玩。杨老板，您的意思是说要上拍卖会啊？拍卖会会有人竞争，拍出来的价格会更高。拍卖行，您等着，我立刻马上给您送过去。这李小姐手里真有那么多古玩？那锦珠都是家传的，3、4箱的唐朝古董，这家伙太牛了！祖上怎么可能会留那么多？杨叔，这次我收出来的东西有点多。哎呦，还是锦珠的家底厚啊！这么多宝贝，不会是古玩界淘来的高仿吧？当然不是了，不信的话你们自己看看咯。这赤龙纹形制玉佩，和田籽料质地，雕工讲究，包浆自然氧化，这是真品呀！老梁，这箱子全都是真品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老祖宗从1000多年前直接给我的，当然是真的。这一箱得值几个亿吧？老崔啊，这些宝物依我鉴定，全都是真品啊！李小姐，你这家底儿可太让人吃惊了。崔老，您就说我这些宝贝要是上拍卖会的话，总共价值多少？锦珠啊，你这些宝贝，估价至少6.8个亿呀！锦珠，你是说从窦建德将军府里边弄出来那批字画，能卖到6.8亿？是啊。这不应该呀，那都是一些旧字画、旧玩件，又没有什么名画，怎么可能卖这么高的价钱？银行卡到账6.8亿元。6.8亿，6.8亿。哎，喂，锦珠啊，你的那些古玩全拍卖了，扣掉税款是6.8亿。谢谢崔老，收到了。谢谢你支持我的拍卖会，下次还联系啊。好嘞，好嘞。6.8亿，想买点什么？那我去窦建德府里边再看看有什么好东西。好啊。殿下，虎牢关32000亩田地全部都种上红麦了，一个季度就是2400万斤粮食。殿下，那接下来我们虎牢关可不缺粮食吃了。怎么可能不缺呢？见过神女。你们虎牢关50万人，
每季粮食税收大概有2450万斤，可是这分到每个人头上才160斤，这怎么可能够吃到下一季丰收？神女，是这样的，如果我们省着点，不铺张不浪费，这样算起来是够吃的。不对呀，你们这衙门不收税，不存备粮的吗？不对呀，你们这衙门不收税，不存备粮的吗？这丰收后是要交粮税并储备，那这2400万斤粮食肯定不够。可是也确实没有办法生产更多的粮食嘛。哎，老祖宗，我看你们城外还有一大片平地荒原，为什么不开垦成田呢？这城外的90多万亩荒地的确可以开垦，只不过虎牢关的人手有限，短期内开不了。是啊，神女，如果全部开采的话，不光会浪费大把的时间，而且前面的地刚刚开采完，还没来得及播种，那后面的土地它又变成了硬土块，这样下去全部白费。哎，我有一个办法，能够让你们每人1人1天能够开垦并且播种50亩地。神女啊，别开玩笑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能做到这种神速？哦，老祖宗，这台机器呢就叫耕播机，操作简单，只需1个人操作，1天就能耕种5亩地。有了这耕播机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10万亩的荒地开垦成田。看看这个操作视频，它这个操作简单，而且这耕播机呀，耕地和播种于一体，操作可简单了。来，你们2个好好看看，好好学着点，方便以后操作耕播机。是啊，拿着。1个人1天最多也就耕种1亩地，这小小的机器只比人大那么一点点，1天能开垦播种50亩啊，想都不敢想啊！哎，怎么可能？我估摸着1天能开垦5亩地啊！我去！啊！老钱啊，用这耕播机，真的1人1天开垦出了50亩地啊！哎，90万亩地，5天就干完了，这做梦都不敢想啊！是啊，也是神女给的这神器才能够做到啊！真不愧是神女啊，太强了！哎，咱们抓紧时间去跟殿下汇报此事。走走。殿下，殿下，95万亩耕地已经全部完成开垦耕播。从此之后，我们虎牢关可是粮食最丰厚的地方了。殿下，我们徐掌柜邀您去趟酒楼，说有要事相商。好，那你们且回去，继续盯紧田间耕播。是。我跟锦珠去一趟虎牢楼。掌柜，咱们把秦王府所属酒楼的生意全抢走了，方殿下不会怪我们麻烦吧？秦王李世民是个讲道理的人，他不会因为他底下的酒楼生意被抢就寻我们的事儿。毕竟能把生意抢走，那是因为咱们聚香楼的菜品味道绝佳，比他们强太多了。殿下，这是最新的菜品。这啥呀这？寡淡粗糙无味道，这算不上好吃吗？这是京城最新的菜品呢，吃过的人没有说不好吃的。因为你没吃过更好吃的。全京城最好吃的饭在这里，不可能的。我那儿的菜可比这儿好吃。若把现在的菜谱和调料拿来做菜，准能把客人吸引回来，赚得盆满钵满。
哎，老祖宗，你等等啊，我现在就回去拿调料和菜谱，到时候回来做给你们尝尝。哎，这味道……哎，徐老板，您尝尝这些菜，看比起京城那2道菜如何？啊！哇，这味道比京城不知道好吃多少倍呀！那正好，以后呢，你们家就按照我家那个祖传菜谱来做菜就好了。哎，这是你们祖传菜谱，我不能拿。哎，神女给你就先用。以后你们商会分红的利润，分3成给锦珠。是殿下。我又多了一项收入耶，好棒！这几天酒馆的客人怎么越来越少？难道虎牢关要打仗了？大家都不出来吃饭了？小雨，虎牢关商会所的客人是不是更少啊？不是，那些酒楼全部宾客爆满排队。怎么可能？哎呀，掌柜，虎牢关所属商会靠着神女赐的菜谱和调料做出的菜美味绝伦。我排队买了1盘，您尝尝，比我们的味道好多了。不可能，这么香，肯定很好吃。哎，我们不能就这么认输啊！掌柜的，我们把竹鼎运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谁说没办法？我们就上温鼎煮锅菜，必胜无疑。哈哈哈哈哈！神女，这温鼎煮锅是京城大户人家的吃法，没想到现在被陆丰给带到虎牢关了。客人他们现在都觉得新鲜，全跑到聚仙楼吃去了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能够让咱们的生意重新火爆起来。这是我弄的火锅，关东煮，这不比那个什么温鼎煮锅要好多了。确实看着挺新鲜，但是这味道……我这味道啊，那可是更入味儿，更好吃。这温鼎煮锅用的是最顶尖的食材，怎么可能比这还更入味呢？老祖宗，徐掌柜，那这是我们那儿的麻辣火锅和食材，尝尝。哎，这个味道如此鲜辣，这比温鼎火锅好吃多了。哎，掌柜，这是虎牢楼新出的招牌菜火锅，比咱们的温鼎煮锅更好吃。怎么可能？这火锅竟然这般鲜辣可口，比咱们温鼎煮锅强太多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只能问问窦将军了。这虎牢关里的火锅真不错。百姓们都说是神女下凡吃食。这世上哪有什么神女，一定是李世民想出来的法子。不论是谁想出来的，您让属下伪装京城商户，在虎牢关开酒楼，做到第一，加入秦王府所属商会计划，这次是行不通了。无法从内部摧毁虎牢关，那就用外部力量。你去一趟蒙州郡。好。你们去给那些得了病的灾民说，虎牢关有神女庇佑，赐粮赐衣，赴虎牢关衣食无愁。是。蒙州郡10几万灾民，虎牢关没地方，灾民不可能收留。到时候我的人挑唆灾民，灾民自是作乱，必然动荡，不攻自破。骆经理啊，我需要订购钢筋50吨，水泥100吨，砖瓦各5万块，
还要再配齐砂石石灰。什么？李小姐，你要进50吨钢筋，100吨水泥，砖瓦5万，你要这么多建材做什么？我的农场呢需要改建，您说您这儿有没有吧？当然有，我现在立马叫人送到你农场。好。喂，有了这些水泥，就能把虎牢关的城墙重建得更加坚固了。殿下，这虎牢关的灾民们可是越来越多了，现在城内已经没有安置他们的地方。如果说再这么下去的话，必生祸患。要我说，我们应该关闭城门，不再接受灾民。那有灾民投奔那是好事儿啊，人越多，那咱们虎牢关越兴旺，怎么能把人拒之门外呢？神女，你是有所不知啊，现在已经没有能收容他们的地方了。那咱们就在城外再建一圈住宅区和一个更结实的城墙不就好了？什么？再建一圈住区外墙？神女啊，这在城外再建一个都城的外城，可不是短期能完成的。是啊，就是现在所需要的这些砖瓦建筑材料，恐怕都需要筹备一阵子。哪里需要那么久？咱们现制现用。神女，你是说笑了。我呢，对这个虎牢关可是了如指掌。现在一块多余的砖瓦都没有。是啊，这现在但凡有多出来的，我就不会考虑拒纳灾民。老祖宗，这一次我可是给你带了100吨水泥，还有砖瓦各5万块，还有50吨钢筋和泥沙。本来呢，我是想用这些东西给城内所有的破旧泥土草屋都翻新一遍，但是现在既然是灾民们更需要，那当然是优先给灾民们建屋啦。太好了，这个砖瓦我知道如何使用，这水泥给你们看一个视频，这个水泥呢，需要按照比例和水搅成水泥浆，然后砌出来的墙啊，那可是比砖瓦的强100倍。神女啊，你是说这个细粉跟水泥和到一起，它比砖瓦还坚固？那当然了。哎呀，怎么样呢？我这个水泥墙是不是比这个土墙要结实多了？简直不敢相信，这水泥和水凝固后，竟然比泥土墙坚固100倍。这下灾民们有福了，竟然住上了比泥土墙更好的水泥墙。你是说虎牢关外安置了10几万灾民？是。怎么可能？他们的神女赐下水泥和建材，短短10日就建好了所有的房屋，安置灾民。如今灾民们全部归顺了虎牢关，且个个对李世民和神女感恩戴德呀！你少跟我提什么神女，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神女，这不过是李世民收买人心用的。是。本殿本想让10几万灾民摧毁虎牢关，没想到竟给李世民送了10几万劳力。不能白白放过这些灾民和李世民。你再去一趟蒙州郡。你以京城大商户的身份拜见镇北王李元胜。王爷，好剑法呀！恭维的话就不用说了。你一个来自京城的商户，找本王何意？王爷，李世民收拢10几万灾民，扩建城池，囤积物资，造反之心昭然若揭啊！自朝廷舍弃虎牢关那日起，本王便知李世民早晚必会造反。
王爷，与其等李世民兵强马壮，万事俱备，不如趁其羽翼未丰，抢先将其剿灭。殿下，斥候来报，蒙州郡守镇北王15万大军有动，正朝咱们虎牢关赶来。镇北王，这镇北王的军队可是朝廷的精锐主力，悍不畏死。咱们就算把所有的震天雷都用光了，都不可能震退他们。老祖宗，我跟你说，我这里可是有能对付镇北王大军的好东西。王爷，前面就是虎牢关城了，咱们得小心点行军了。传言李世民有神女赐下的震天雷呀。神女不过子虚乌有，震天雷更是唬人的伎俩。传令下去，加速行军。传令下去，加速行军。这天雷！神女发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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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神女发怒？这世上根本没有神女，这只不过是李世民子虚乌有的障眼法。只有声响和虚影，绝不可能胜敌我党。都给我起来！李世民，按律，本王辈分比你长，你见本王敢不行礼？区一个败军之将，也配让本殿行礼？给我拿下他！你敢！带到阵前，让朝廷退兵。带走。你说什么？镇北王一照面就被李世民带到阵前砍了？是殿下，虎牢关有神女赐下的煤气罐炸弹，转瞬就把镇北王的15万大军给炸得死伤惨重，溃不成军啊！怎么可能？但是殿下有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李世民旗下的大将军尉迟敬德在阵前被人暗算重伤，必死无疑。太好了，这下就算虎牢关真的有神女，也救不了濒死之人。殿下，神女，尉迟将军被开膛破肚，已回天乏力。尉迟将军他也就是受了个小伤，这一没伤筋，二没动骨的，怎么可能救不回来呢？锦珠，这么说，你有办法救敬德？尉迟将军被开膛破肚，血湿如注，如此伤势，怕是……哎呀，你们古代时候没办法，它不代表我们现在没办法。你看啊，只需要把它那个地方缝合起来，学着点，然后剪就搞定了。神女啊！
怎么样，李世民是不是已经在给尉迟敬德办葬礼了？虎牢关损失了一名大将，日后攻打虎牢关又多了几分胜算。殿下，李世民没有给尉迟敬德办葬礼。这李世民真不厚道。尉迟敬德从小跟着他战功显赫，尉迟敬德死了，李世民竟然不给他办一场葬礼。殿下，尉迟敬德没死。怎么可能？尉迟敬德被开膛破肚了。殿下，尉迟敬德被大夫用麻醉缝合手术救活了。麻醉缝合手术？天底下到底什么时候有了这种医术？神女赐下的。我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什么神女。他们阵前斩了李元胜，李元胜的士兵溃散而逃，回过神来必定要报复李世民。他们现在贸然冲上虎牢关，只是送死。是。殿下，你看，李元胜的残兵败将日日滋扰虎牢关，虽然杀伤力不大，但也持续消耗我们的兵力。是啊，而且他们各营警惕心非常强，我们的斥候难以靠近，掌握不了他们的动向，无从清剿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是不是只要找到他们的位置就能清剿了？是啊，神女。哎，我有一个办法，让你们不用靠近，也能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。锦珠，你有什么办法让我们远距离侦查李元胜残兵的行踪？神女莫不是要赐给我们千里眼的本事吧？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，这世上哪有什么千里眼？话可不能这么说。这个东西虽然不是千里眼，但是能看到30里之外的敌军动向。这个东西虽然不是千里眼，但是能看到30里之外的敌军动向。那怎么可能啊？哎呀，真的能看清，这30里之外的情景尽收眼底呀！哎，让我来看看。真能看到，殿下，这堪比神物啊！有了这望远镜，李元胜的残兵败将可以逐一击破了。殿下，怎么样？李元胜的残兵是不是把虎牢关搅得损失惨重，难以招架呀？不是，李元胜的残兵被虎牢关全部围剿了。怎么可能？殿下，一开始李元胜的残兵轮番袭击，行凶多变，虎牢关疲于应对。后来神女给虎牢关赐下了一个名叫望远镜的神器，此神器竟然能让人看到30里外的景象。李元胜的残兵，他的动向全被虎牢关掌握了。以虎牢关的实力，弄清残兵的动向，清剿他们简直是易如反掌。是啊，又是神女，这神女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不知道，晋王府瞒得紧，城里百姓提起神女，除了满脸崇敬，其余的一概不说。锦珠，这是商会酒楼的盈利分红，想买什么东西自行置办即可。哦，对了，我已交代虎牢关全体臣民不得乱议关于你的事，不过你还是得多加小心呢。出行就让翟将军随从，让他寸步不离，护你周全。谢谢老祖宗，那我们出去了。神女，我们要去哪？我们去珍宝阁，我听说那里有不少稀罕的宝贝。这些都是珍宝阁的顶级珍宝。这发簪比现代机器制作的还精致，若是拿回现代，
不知道能值多少钱呢。一会儿拿给梁叔估估价。老梁，我明天的拍卖会还缺一件8亿级别的压轴拍品，你得帮我。我这儿可没有啊，我这儿最贵的藏品就值几千万。锦珠，梁老、崔老，来帮我看看这个发簪值多少？哟，这款式，这质地，这是唐朝宫廷的御用珍宝啊！这价值8亿，甚至9亿多。锦珠啊，这玉簪你可否借我用用？这个，我知道此等稀世珍宝，你肯定是不会卖的，我也不勉强你。这样，我就是拿它来撑个拍卖会的场面，事后必当奉还。我们可以签一个借用合同。崔老，可是这发簪我是要卖的。那你卖给我如何？当然可以啊。哎呀，好。锦珠，这是9亿元的支票。谢谢崔老。你带上前去虎牢关，多买些孩子喜欢的物件，专挑士兵家的孩子，挑唆他们内斗。是。孩子出事了，士兵们必然分心内乱，这时候虎牢关必然自乱阵脚。哼，有精力打架是吧？明天都给我去军营，日日操练。哎，老祖宗，你这光操练他们3个，不够吧？锦珠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呢，我觉得咱们虎牢关所有5区的孩子都应该锻炼起来。锦珠，你倒是提醒我了，只有这军民皆强，日后遇到险境才能自保。对。除了锻炼体魄，我觉得他们那个读书识字也得加强。我们还要读书。免费供你们。锦珠，这免费的恐怕不行，供这么多孩子读书，这聘请夫子，而且还要购买书籍、笔墨纸砚，所需之资巨大，不是虎牢关能够承担得了的。老祖宗，笔墨纸砚我来解决。姐姐，你少说大话。你知道供我们读书要多少笔墨纸砚吗？对，我爷爷奶奶爹娘加起来都供不起我一个读书，你不可能供起我们所有人。老祖宗啊，刚刚呢，我可是买了10几万套纸笔，后续每个月呢，我还可以提供几10万套，怎么样？这些够吗？够用。少年强则国强，你们3个可是虎牢关未来的顶梁啊！加油学，加油练哦！殿下，怎么样？虎牢关乱起来了吗？殿下，我们教唆5岁以上的小孩，但还没闹出大的混乱，李世民就把所有小孩集中到军营操练和读书了。虎牢关5岁以上的孩童少说都得6万，他让这么多孩子读书，虎牢关有这么多笔墨纸砚吗？我看他说的都是玩笑。可是殿下，
神女发现了10万套笔墨，还有书。这就是神女发的笔记本吗？是，属下冒充百姓领的。那见到神女了吗？没有，但属下还听说一件大事。什么大事？神女要给虎牢关各街道出神灯。神灯？哼，怎么可能？这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神灯？越说越离谱，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？哼！老祖宗，等全城装上照明灯以后，夜间巡逻就更加方便安全了。啊，江兔，这就是神女赐下的神灯。是啊，比咱们的油灯明亮太多，还不用添柴添火，整夜都能保持长明不灭。这绝不可能是李世民能造出来的。难不成虎牢关真有所谓的神女？金将军，你看，这神女赐下的横麦田里面长满了杂草。这杂草得及时清理，否则辛苦种的横麦全要被杂草毁了。殿下，属下看了，这杂草长得是又多又快，哪怕我们没日没夜的除，也除不尽。我看这一季的收成，怕是要严重减产。清理杂草而已，用除草剂浇灌1日，自然就能清除田里所有的杂草了。除草剂？什么？殿下，我听说虎牢关里种的新粮横麦，田里面长满了杂草，要颗粒无收了。殿下，属下刚打探到的消息，神女给虎牢关赐下了除草神药，如今虎牢关田里的杂草全部清除。怎么可能？虎牢关新田家老地一共98万亩，这怎么可能除得完？杂草除尽，今年必定丰收无忧。后续呢，就多浇些水，巡查时发现有杂草，及时除草就好。是。走吧。这田里昨日还长满杂草，今日便都除干净了。是殿下，有这般除草神药的人，绝非常人所及啊！看来这虎牢关真的有神女，我倒是想会一会这神女。走。李小姐来了，我们珍宝阁得了一件宝物，呈上来。李小姐，这是云纹琉璃盏，是从窦建德王宫里弄出来的宝物啊。多少钱？5000两银子。买了。这皮质看着都值钱，拿到现代少说能卖几亿吧。老梁，你这有唐朝时期其他诸国王室的古物吗？我想弄一件。老韩，这唐朝其他诸国的顶级古物，别说是我，就是整个华国都没有几件。收藏了几件古玩的人，给再多钱也是不可能出手的。金珠，还说我有唐朝时期窦建德王室的古玩，你要不要收？不可能！
窦建德王室灭国时，王室被一把大火焚毁，宝物也尽数被毁，可没有流传下来。你怎么可能有？喏，你们自己看喽。这是窦建德王室的云纹琉璃盏。这琉璃盏胎质通透，用的云纹篆刻工艺，包浆自然老道，确实是窦建德皇室御用之物。这琉璃盏你哪里来的？老祖宗流传下来的。那个还说，梁叔，你觉得这个值多少钱？这值……哎呦，这最少值9个亿呀！这是啊，锦珠，这东西可以留作传家宝佑，你确定要出手吗？出。9亿到手，我卡里也有小几十亿了。以后虎牢关再有点什么事，也不用发愁了。殿下，殿下，不好了！斥候来报，窦建德边境大军有异动。50万窦建德大军昨日早晨开拔，朝虎牢关方向行进。什么？窦建德50万大军要攻打虎牢关？50万大军久困强攻，我们怕是守不住。不止，那窦建德的大军兵临城下，我相信朝中某些人定然不会袖手旁观，定会趁机攻打我虎牢关，以灭我李世民。为今之计，我们主动出击。殿下，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说，我们防守已经很困难了，难道您真要主动出击攻打窦建德？拿下窦建德才能一劳永逸。我们虎牢关目前有兵士4万，留下1万镇守虎牢关，剩下3万随我去攻打窦建德。若是再加上锦珠的震天雷，还有煤气罐炸弹，策略得当的话，拿下窦建德绝非难事。老祖宗，您要是要攻打窦建德的话，我倒是有些东西可助你一臂之力。什么？这个呢叫急救包，里面有感冒药、退烧药、消炎药以及各种药。这个呢叫退烧药，可以治疗发热。还有这个呢叫感冒药，可以治疗感冒。对，也就是你们所说的风寒。这个呢叫消炎药，士兵打仗受伤，伤口发炎红肿，只要吃了这个就能消炎消肿，就能好得更快哦。不错。这以往军中的兵士若是受伤发炎，或者是感染风寒发热，若是无药可医的情况下，轻则失去战力，重则丢掉性命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药，从此之后伤病皆可医，那再也不会白白损兵折将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东西它叫消毒喷雾，可以治疗战士们的兵刃创伤，止血化瘀，消肿生肌，只要有它喷在伤口上都管用。哎呀，这简直就是战场上的救命神药啊！末将拜谢神女。殿下，这是虎牢关的商人行走各郡时搜获的珍宝。锦珠，这是我派人去搜的珍宝，你看拿回去变卖，卖个10万包急救药。10万包，那绰绰有余啊！这么多珍宝，10万包急救包，大概估摸着几十万就够了。这1箱珍宝算下来，估摸着价值几个亿不止啊！
除了买急救包，其他的钱全部尽数归你。多谢老祖宗。我先给老祖宗买好急救包，再把这些宝物拿给梁叔他们，咕咕价出售。谭伯，哎，哎呀，你怎么到我诊所来了？你是哪里不舒服啊？不是那个，谭伯啊，我想买10万个医疗急救包。10万个？干什么用啊？这样的，我家里有一个长辈呢，他想举办一个长期的大型的旅途，也不知道这些能不能用得上，但是呢，我就想多备着用。哦，这场旅途需要很多人吧？行，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我呀跟你最低价。不愧是老同学，真够意思。急救包给老祖宗传送过去，就去找梁叔。梁叔，您帮我看看这些物件值多少钱啊？这制式，这材质，这是古籍中记载的唐朝御用鼎器啊！这保存的竟然这么完好。我这是龙纹玉佩，这材质雕工，这也是宫廷御用之物啊。这手镯竟然是顶级的祖母绿材质，水头饱满，莹润通透，品相极佳呀。梁叔，您看这小鼎玉佩手镯加起来一共值多少啊？金珠啊，你这玉鼎玉佩手镯，加起来得值12个亿。12亿！哎呀，但是这不好出手啊。卖不掉，那不就等于不值钱吗？金珠，你这些藏品能不能卖给我啊？我刚建了一个收藏室，还差几件镇世之宝。当然没问题啊。好。3件古玩就卖了12亿，我那儿还有1箱呢。这1箱子珍宝若全卖，少说也能卖出去几10个亿。应该足够买老祖宗和窦建德的战争物资了。喂，哎，老同学，你要了2万公斤的75度医用酒精到了，现在让人给你送过去。哎，好，行，我现在给你发位置。哎，好。在战场上嘛，酒精肯定好，不过除此之外呢，我应该再给老祖宗买点行军粮食。喂，啊对，那个行军粮食啊，殿下，急救包都已经发下去了，其他该准备的东西也都准备好了，只是还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此次我们要去讨伐窦建德，需要在路上行进2个月，但是我们带上食物的话，会拖慢行军速度。但是如果我们只吃干粮的话，事情变了不少。只不过嘛，这些干粮没办法存放那么多天。这个问题的确不好解决。金珠，老祖宗，我给你们带来了压缩饼干，按照你们这儿的天气可以放1年，适合你们行军携带。神女，你是说这东西它能存放1年？对啊，这个呀，它可是真空包装的，抽干了里面的空气，只要你不撕开，放1年没问题。有了此物，我军讨伐窦建德便无粮草之忧了。哎，不过你们要是撕开这包装，得赶紧吃了，不然容易发霉变质，吃了可是要拉肚子。你记得交代全军注意。是。哎，对了，老祖宗，我还给你带了比压缩饼干更好的干粮。
等我一下。老祖宗，这个是真空的牛肉干，它呢吃了能够耐寒耐饿，适合你们行军打仗，还能让将士们保持战力。牛肉干？之前我们出去行军打仗带的粮草，无论多难吃，只要有一口吃的，我们就不挑，还哪敢奢求能吃得上肉啊？你们尝尝牛肉干，味道怎么样？怎么打开啊？这样。哦。快尝尝。老祖宗，我给你们买了原味酱香烧烤、芝麻、五香5种口味，到时候路上你们换着口味吃。这哪里是去打仗，这分明是去享福去了嘛！哎，不要掉以轻心，我们要面对的那可是窦建德的50万大军。老祖宗，你怎么受伤了？你涂点药吧。哎，一点小伤，没事，不要浪费药，过2天就结痂。老祖宗，虽然是小伤，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，万一感染扩散，那可是会引起发热和身体不适的。你要是不想吃药的话，就涂这个吧。这是酒？对啊，老祖宗，这个呀是医用75度的酒精，用它涂在伤口上，可以杀菌消毒，防止伤口感染。还是神女想得周到，有了这酒，今后战士们受伤可以进行消炎，那兄弟们再也不用受苦了。老祖宗，这你可就不知道了。这酒呀，除了消毒，还能把它当做火油，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，直接给它点燃，扔到敌军里去，能出其不意，乱其阵脚。殿下，神女，各路兵马已准备就绪。好，给我的军士们带上这压缩饼干，还有这牛肉干，明日出发。是，日夜行军，定能把窦建德大军拦到边境之外。是。老祖宗，那你们还要夜里行军啊？那你们夜里能看清路吗？那自然是看不见的，不过有斥候探路，也能行进一些路途。老祖，看来我还得再给他们多买一些装备。什么装备啊？锦珠，你买这么多东西，你的钱够吗？够了，我……你可以用这银票在我们这里买东西，然后拿到你们那边变卖用。不用了，老祖，够了。你每次给我那么多古玩珍宝，每次都有富裕。莫要见外，你帮我们大军操这么多心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那就多谢老祖宗了。老祖宗待我这么好，我得好好想想，老祖宗去找窦建德打仗，一路上需要什么，都给老祖宗配齐了。大军夜里行军，手电筒是必须的。不过老祖在路上要是没电了，装备太阳能电池手电筒、遮阳帽、打火机、指南针，还有军用水壶。这些东西如果找人去弄呢？不过这几10万份军用量有点大了，我要是找人的话，太引人注目，不行，我得找点自己的渠道。李小姐，你上面这些东西我都有。
不知道你每样要多少呢？每样10万分。啊？那我没有。没有，金老板，我看你这野外装备店也挺大的，那我这要的东西也都是些常用的装备，怎么可能会没有呢？你要的虽然是寻常的野外生存装备，但是你一样要10万件呢，我上哪儿给你弄啊？这样，我出双倍价格。哦，李小姐，我有很多供货渠道，保证给你凑够10万套。行，我明天就要。啊，那不行，凑货、装载、运输、盘点、检验，这么大的量，这么短的时间，绝无可能。3倍价格，如何呀？啊，你放心，下午5点前，我保证10万套野生生存装备绝对送到你农场。行，这个你可一定要弄好，质量一定要过关。这次活动要是做得好，下次我还找你。你放心，我金旭做事向来讲信用，不辜负您的信任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还有一件装备，不知道您的店里有没有？什么东西？就是一种类似于复合弓的弓箭，啊，成人野外拉练用的，有吗？我家没有，但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，陆磊，他开竞技器材工厂的。好啊。哎，陆磊，你正好来了，先坐。陆磊，这位是李小姐，她想买一些复合弓。我只做批发，100套起售，少了不卖。哦，我先要5万套。啊，才5？你要5万套？对啊。我仓库有1万多套，缺的3万多套，5天就能生产出来。我明天就要。这样吧，我出3倍价格，你能不能尽快帮我凑凑？我明天就需要用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我这配料、做工、检查、运输，都需要时间。这样吧，我出5倍的价格，不行的话，我就再去问问别人。行，我想办法，明天保质保量给你交足5万复合弓。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李小姐，这复合弓种类繁多。哦，你看你想要哪一种？你选好后，咱们先签合同，我再加班加点生产出来，明天交付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些呢我都不太懂，你就帮我挑一些实用性强、威力强的就行了。威力是让那些参加活动的人觉得我们配备的装备啊比其军用，而且呢实用性高。哦，懂了，我给你配一套专业战备档次的。对，明天送到我的农场去就行了，谢谢了，我直接传送给老祖宗。老祖，这是我们那儿的复合弓。这弓比咱们的战弓软些。我试试。没想到这弓的威力竟如此强，都能把那靶子给射穿了呀！那可不，这可是用碳纤维加合金打造的，是普通弓弩的好几倍。我给你们买了5万套。哎，殿下，有了这弓，那将士们的战斗力大幅提升，从此之后再也不怕他窦建德了。叔宝，马上把所有弓全部备着去，全军都备着。是。等等，还有这个东西，这个是军用水壶，这个是打火机，这个是指南针。指南针是什么？老祖，看这个指南针的方向，它不管白天黑夜、阴天晴天，它永远在指向北方。还真是啊。哎，那有了这指南针，那我们今后是不是行军打仗就不怕迷失方向了？还有，噔噔噔噔，
最重要的东西——太阳能手电筒。白天只需要晒一晒太阳就可以蓄电，晚上就能照明。来。哎，有了这个太阳能手电筒，那我们以后行夜路的时候就可以照明。这样的话就不用怕踩到坑绊到脚了。有了这东西，行军打仗便再无后顾之忧了。窦建德，指日可破。老祖宗，请将军，那我就祝你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好。好。老梁，我下个月想举办一个小型拍卖会，你喊上锦珠一起来参加吧。行。我这箱从虎牢关珍宝阁淘的宝贝，哎呀，放在家里天天这么放着，我怎么安心？那我还得找机会出手变现，然后把钱存到那个银行卡里才能变现。对，喂，梁叔啊。静珠啊，老林明天办个小型古玩拍卖会，你有空过来玩玩吧？有空啊，当然可以啊。那我那些珠宝古玩能上拍卖会吗？当然可以啊。真的吗？好，我参加。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。好。真的吗？好，我参加。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。好。这次我一定要多挑几件，到时候多卖点钱。好啊！锦珠都卖了几箱子古玩了，他手里还有藏品。嗨，他那么有钱，自己收藏点不很正常吗？也对，我还以为他手里还有祖传的唐朝古玩呢。应该没有，即便有，也是留着传家的，一两件吧。对，来，哎呀，这个东西不错，这一看就是大家手笔啊，这个好画的可真好啊。梁叔、林叔、韩叔，我呢带来了一箱子古玩物件。各位，还请你们帮我看看这些古玩物件都价值多少钱啊？哇，这些可都是稀罕物件啊！这个好，这不是一般物件。一看这个东西就值钱啊，有年代啊。不错，这个好，这个我喜欢。这个得不少钱吧？不知道啊。你们看看这些怎么样？哎呦，这对紫玉手镯，色泽内敛，这品相堪称完美呀！这么好的品相，该不会假的吧？假的？有可能啊，是。那怎么可能？这可都是我祖上传下来的老物件，不可能。祖传的老物件，怎么没有一点历史磨损的痕迹呢？那可能就是我的老祖宗们保存的好呗。不可能。没错，这保存相当得当了。你看这纹路啊，这是唐朝典型的缠枝纹，这仿品是仿不出这个国韵的。而且包浆温润，这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呀。这么完好的古玉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锦珠，这对手镯准备多少钱出手啊？肖老板，这对紫玉手镯，您觉得值多少钱？梁老，您说呢？这对唐朝的成对玉手镯，这品相完美，这市场估价得值10个亿。这么贵重，一对镯子竟要10亿，这肖老板怕是不会买啊。如果是平日，我肯定是不会买的。但是下个月是我母亲生日，她最喜欢的是紫玉，尤其是唐朝的古玉，这个物件送给她再合适不过。
来，10个亿的支票，你拿好。一对手镯就卖了10个亿，剩下的古玩不得卖个几十亿啊？哎，锦珠啊，这个紫砂壶你也确定要卖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如果我没看错，这可是唐代大师苏青的传世孤品。怎么可能？苏青大师的孤品现在仅存2件，而且都在博物馆里。你这件怎么可能是真的？呵，这是唐朝特有的金沙泥。那这也只能说明，这是唐朝留下来的古玩。哎，这壶身的缠枝纹是苏青大师的游丝刻法，笔触细如发丝，而不崩裂。哦，还真是啊。那这么说，苏青大师的传世孤品又多了1件。那这壶可是稀世珍宝啊，不管谁得了都能当传家宝。怪不得林老刚才问锦珠出不出手。诸位，这紫砂壶我今天既然带来了，那就一定会出手。各位谁要收啊？我收，我出11个亿。我出12个亿。12亿一个壶，不会有比这更高的价了吧？我出13亿。哎，比财力还是你比我有钱呐！拍卖会嘛，价高者得。锦珠啊，这是19亿的支票。啊，韩老，不是13亿吗？这串唐朝罕见的鸽血红玛瑙，色泽匀称，无一丝杂质。多出的6个亿，我买下它，如何？行，可以。梁叔、林叔还说，我这儿呢还有几件宝贝，你们不妨再看看。好好。哇，这真是稀罕这么多啊！可不得了，这都哪就价值不菲多了吧？太厉害了吧！看这他这是批发来的吧？怎么这么多啊？就是那是啊，这锦珠啊，你祖上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这么多宝贝啊？我祖宗啊，那可是唐朝李世民。哎呀，原来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后代。李世民后人啊，怪不得能有这么多稀世珍宝呢。这是窦建德王室的御制缠枝莲簪呐！镇宫圣如意。我刚正想，这柄如意有些与众不同，没想到会是镇宫圣如意呢。哎呦，这制式、这款式、材质，都如古书记载的一模一样，还有这千年岁月沉淀的痕迹。哎呦，金珠啊，没想到你手里还有这等稀世的国宝啊！梁老，那您看看这如意价值如何呀？金珠啊，按理说这件玉如意是无价的，但若你想出手，这个市场价值值20个亿。20个亿，仅凭这一件如意，锦珠就能荣华富贵一辈子了。锦珠，这件镇宫圣如意我收了。锦珠，这是20亿的支票，你收好。好嘞。这个我买了。这个我要了，我买这个，这个我要买了。那个我买了，当然是不是喜欢这个吗？这个是我的。我要这个，我买了。还有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喜欢这个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还有我，还有我，太好了！我要这个，还有我，哎，给你，还有我，给你，看这边，我也是有。哇塞，这短短一个下午，我竟然就赚了100个亿 ！Yes， 太好了！现在我也财富自由，以后再也不用为钱发愁。哎，等会儿，不过这老祖宗的战争也不能光靠钱来解决。不行，明天我还得问问留守虎牢关的翟将军。对，翟将军，咱们和窦建德的仗打得怎么样了？禀神女，前几日殿下已打到窦建德王庭，已经兵临窦建德城下。哎，那我们岂不是快赢了？只是窦建德都城城高墙厚，守备森严，我军久攻不下，战事已陷入僵局。胡说！我们呀，已经赢了。赢了！
真的吗？老祖宗什么时候回来？灵神女，陛下派末将带您回京都。陛下？对，殿下呢进攻窦建德王宫后，发现了窦建德正在和使臣密谋算计殿下。殿下呢一怒之下带兵打上京城，请太上皇写了退位诏书，禅位陛下为帝。老祖宗这就成皇帝了？我天哪！哇塞，老祖宗竟然真的当上皇帝了！好疼！我不是在做梦。傻孩子，怎么能是做梦？这场战争，咱们打了2个月，一路从虎牢关打到了这里。这一切，怎么可能是做梦呢？这是你居功至伟，朕已经下旨，封你为大长公主。从今往后，咱燕国和周边诸附属国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天塌了，老祖宗给你撑着。多谢老祖宗。